我们目前面临什么金融危机？比特币在今晚又要上窜下跳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到日本元对上美元，目前呢出现了非常非常剧烈的升值。我们在周线啊，连续5根的周线都在上涨。我们可以从最低点到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呢，日元对上美元呢已经升值了接近15个百分点。大家对于15个百分点可能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在外汇里面呢，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5周里面就上升了15个百分点，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我们可以拿台币来做对比，因为日元这次是升值嘛，那我们就拿台币升值，如果也升值15个百分点作为对比的话，现在台币对美元是33台币换1美元，等于说我们在5个礼拜内啊，就从33台币换1美元变成28台币换1美元。你可以想想看这对于整个经济的冲击会有多大？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过去呢，日元疯狂的贬值，那么这就会冲击到日本的进口产业。就比如说日本从国外进口原油，从国外进口原物料，你很多是需要用美元去做购买的。那如果日元在巨幅贬值的情况下，日本国内的公司买国外的商品呢或原物料呢，就会变得相当的昂贵。比如说日本的汽车，他们在做这些原料的时候需要进口，那这个升值会导致日本的企业的成本呢急剧的增加。那日本的央行为了要抑制日元急剧的下跌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升息。我们会看到日本最近它也确实升息了，其实日本已经维持在零利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日本的这次升息呢，就很严重的打击到了股市还有汇市的信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日元对美元呢，它的汇率在很低的时候，我们之前日元对美元呢，已经来到了160日元对1美元哦。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概念哦？甚至日元对台币呢，都已经来到了1台币就可以换到5日元哦。你可以想想看呢，我们在过去都不是这样子在做计算的，这是非常夸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有很多日本的投资者把日元换成美元，然后在美国去做投资，因为他们从日本贷款日元出来呢是不用利率的，几乎是不用利率的。那现在日本他们升息了之后呢，哇，你可以看到现在日元呢疯狂的升值。那这些投资者呢，他们要把美国的资产呢重新变卖，然后再换回日元，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面临了非常大的外汇损失了。你可以想想看，15个百分点啊，而且他们一换一定是换很多。那这15个百分点就会让他们去抛售美国的资产啊，然后来偿还他们原本在日本的这些贷款。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他们的汇率呢已经损失了很多了，等于说他们在日元很低的位置呢换成了很多美元。那现在日元就升值回来，他们换回日元要偿还贷款之后呢，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那我们可以从日本的急剧的升值呢，其实我们可以来作为起始点，我们来纵观我们这次的经济危机。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看一下美国目前的利率政策。美国啊，其实在我们今天以前呢，都会维持在我们9月降息1码，然后11月也是降息1码，基本上我们过去呢都是没有什么做改变的。那大家也预期这样会发生。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美联储啊，它的做法很有可能呢，就是在9月呢就率先降息2码也就是直接从基础利率 5.5 直接降到 5%， 这个是很快的降息速度。因为目前呢，美国的高利率政策其实已经确实打击到了美国经济的成长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呢都是在9月18号的时候先降息到 5.25%， 不过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打算直接降息到 5%， 然后呢我们在11月的时候呢会再降息2码，等于9月降息2码，11月再降息2码等于说迅速的把这个利率给降下来，来刺激美国的经济成长。那么也有谣言指称呢，非常有可能在今天就紧急召开一个 FOMC 的会议，因为当前日本的影响呢，对于美国的整体经济还有货币政策呢，一定要立刻做出应对，不然很有可能就这个经济危机呢，很有可能就引发蝴蝶效应，就越滚越大。那我们来看一下日经指数，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迎来了连续2天的这种跌幅来做计算的话，日本的股市呢，日经指数已经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下跌。我们可以来思考看看我们在这5个礼拜呢，由于日元升息等等的一系列的政策呢，我们日经指数呢，已经从最高点跌到现在已经跌掉 26% 了。大家，这可不是什么小的股票这也甚至不是全指股这可是日经指数的大盘就跌了26个百分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台湾的股市呢，大约从
24000点啊，一路跌到16000、18000左右，这是相当夸张的跌幅。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今天呢，我们单日的下跌就来到了12.4个百分点哦。注意哦，这是大盘哦，你可以想想看，大盘就跌了12.4个百分点。那我们都知道，日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房地产还有股市是在不断往上走的，但是 GDP 却没有什么很显著的增加。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它确实也面临着修正。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亚洲股市呢都一片绿油油，一片惨兮兮，尤其是台股，台股也非常惨哦。你可以看到，我们台股呢，台股上市以目前做计算的话，上市柜的公司就有1840家公司，1840档股票，在今天就有426档股票跌停，跌幅超过 10%， 跌停锁死。那么在今天韩国股市呢，韩国政府直接禁止所有的卖单挂入市场里面，来禁止股市的下跌。而且在今天的下跌呢，也惊动了台湾等等的一些政府组织，打算要进场护盘。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下跌呢，我们从最高点24000多点呢，跌到现在已经跌了20个百分点左右了，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相当夸张了。然后我们在日线的收盘，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光头光脚的这种阴线可显示出阴线空头的量，它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在今天就下跌了8.35个百分点，有包括很多的全指股、大的公司的股票呢，全部都做跌停，而且今天连台积电我们在前几天前呢可以看到在1000块左右，那么现在我们早上来看的时候，只剩下800块左右，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最可怕的呢，都还没有发生，因为最可怕的是美国，我们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反应。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从日本爆发的亚洲的金融风暴，那么很快我们的时区呢就要换到美国人上班了。美国人上班的时候，他们的股市才会开盘。现在日本已经爆发了金融风暴，那么美国股市还没有开盘，我们不清楚美国股市会怎么做反应。所以比特币现在为什么还没有这种很大的量？它有波动，但是量还没有出来，因为美股还没有开始开盘，还没有开始做波动。如果今天美股开盘做波动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知道美国会对于这次日本的变化会怎么做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标普版呢，在周线级别它已经跌破了我们之前有谈到的上升趋势线，而且我们在最近呢，它也确实是往下走跌。那么在今天开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美国的影响会是如何，而且美国会怎么做应对。这个我们要来仔细观察一下。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比特币它主要还是跟随着美股在做波动的。我们回来还有今天五角大楼又传出一些谣言呢，很有可能五角大楼它已经率先掌握了伊朗很有可能会对以色列做反击做这种报复性的反击。那我们来回到比特币，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比特币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下跌的真的非常夸张，非常可怕的。其实我们在比特币的历史上呢，也是这种下跌呢，或者说这么快速的下跌呢，它也是屈指可数的，也并不多。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下跌呢，虽然说我们跌了很多，可是我们的量能呢，并没有做出很明显的变化。我认为这个是由于美国还没有开盘，等到美国开盘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量能、我们的波动性、我们的流动性就会开始很充沛，我们的市场呢就会迅速找到平衡。那么现在呢，美国还没有开盘，一切都还说不准。所以好，我们再来仔细观察一下，其实以比特币当前的下跌状况呢，我们从最高点一直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下跌，已经回调了33个百分点了。其实我们从比特币过往的历史、过往的数据呢，我们都可以知道，在牛市当中，即使是牛市当中比较大的回调它的回调幅度大约也就在30-40%、40几%，超过50%的回调，那几乎就是非常稀少了。尤其在我们市场更成熟、流动性它更不会不足的当下呢，能产生这么大的跌幅，这绝对是相当夸张了。那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其实比特币呢，它目前非常有可能它还没有跌，有可能它没有跌结束。第一个是我们在下跌的时候，它是无量的，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成绩，而且美股还没有开盘。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从斐波那契，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目前它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顶位的。你可能说5万亿它是个支撑，对，可它的级别不够大。5万亿的级别呢，它远不如我们之前在4万出头左右这个支撑来的强劲。那以我们这么大的回调来说呢，5万亿很有可能它的支撑的效果呢也是不足的基本上我们现在往下有2种可能，一个就是4万4，一个就是3万7、3万8左右。而且通常这种下跌呢，它也都不会在一时半会就立刻结束，它都会经历了很长的调整之后，我们才会继续向上的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在519看到的这种下跌呢，我们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调整、很长时间的震荡之后，我们最终才突破向上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确实在382，可是这个位置其实之前就到过了，而且要挡住这么大的下跌、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很有可能在5万亿的支撑它是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往下看到4万4，看到3万8左右。好，
那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呢，我们之前的支撑的效果呢？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它确实5万1，它确实有支撑，确实是有的。可是它的效果呢，远远不如我们在4万4左右这个位置的支撑的效果要来得更好。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尤其我们面临这么大的回调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从月线级别我们来观察一下等我们这种回调呢，已经是我们这轮牛市以来最大的回调，绝对毋庸置疑。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这种级别的回调呢，我们在上一轮牛市它也不过就出现2次而已。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上轮牛市它也没有问题，它也是走了5浪。我们2次的下跌呢，很简单，一次是312，一次是519。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以太坊，以太坊它更是惨不忍睹，以太坊直接腰斩了，已经腰斩了，现在就已经腰斩了，而且我认为它还没有跌完了。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这轮牛市它很有可能走出来的状况呢，就像我们之前有谈到过，它也是一个5浪。那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2浪的回调过程当中。那我们后面呢还会有3浪、4浪、5浪等等的。不过，当我们的2浪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最后一次了，真的就最后一次了。当然，我们这个回调很有可能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坚实的底部，它才有可能停下来。那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那通常3浪呢，它都会是涨得最快最迅速的，其实也差不多了。以我们牛市的周期来说呢，我们现在迎来2浪，它确实是不会。这个时间并没有不恰当。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就很惨了。以太坊的话，它已经从最高点到现在呢，已经回落了50个百分点左右了，等于说是腰斩了，已经是完全腰斩了。以太坊腰斩哦，并不是其他的山寨币哦，不是什么小市值的垃圾币、迷因币哦，是以太坊哦。以太坊它都居然都走腰斩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从以太坊的图表上，我们可以来观察到这条趋势线呢，它也来碰到了，对吧？然后我们在之前呢所建立的底部，大概在2000左右，它也来碰到了。所以以太坊的状况呢，是让我会更担忧的，对，绝对会是让我更担忧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那大概在1800、1900这个位置，它还有一个很强劲的支撑，我们可以来仔细观察一下以太坊的状况。那我们更不用讲现在的比特币以太坊它是非常的和现货 ETF 在美国上市的现货 ETF 有紧密的联系的。我们从过去的行情，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事实。而美股开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如果对于今天从日本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开始反应的话，那我们 ETF 的状况呢，一定不会太好。那我们今天很有可能就是波动很大很大的一天我们会看到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流出了2亿美金了。所以今天晚上绝对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